欢迎来到热点新闻频道，请订阅并关注以获取最新资讯。定档杀疯了，侯明昊疯批世子对决机关术撒姐，这王炸我先压了。世君，有证据吗？王爷的聘礼够买我半间机关坊吗？世人皆道你荒淫无度，唯有我知你心怀天下。古装剧市场沉寂好一阵子了，终于又热闹起来。尤其是权谋剧，观众早看腻了将至内斗。要说这2年最让人提不起劲的，必定有古偶。那些号称大女主的剧，男主一哭他就投降，权谋全靠反派犯错。不过，除了傻白甜和假大女主，古装剧还能拍出什么真东西？就在今年暑期档，爱奇艺拿出了28集古装权谋剧《雀谷》。这剧真有点东西，改编自朝云子同名小说，高逸俊、孙梦飞执导，侯明昊、艾米、王以伦领衔，何润东、王丽坤作配。最关键，终于有部古装剧不把观众当傻子糊弄，而是搞出了双强破局和硬核机关术。那就让咱们提前扒一扒雀谷到底有多硬。故事：疯批世子遇上机关术才女，这才是成年人该看的双强权谋。古装权谋多以后宫争宠为主，雀谷的故事却是前朝厮杀与军械硬碰硬，以各怀鬼胎的契约夫妻为核心，讲述2人在乱局中扒掉马甲、互为后辈的不易。结合预告和路透来看，这剧至少有3大爽点：一是硬核开挂的机关术女主，剧情以墨家机关术为利刃，讲述了一段太傅之女谢家瑜的突围史。作为联姻筹码的她，新婚夜就拆了婚房暗格，跟世子萧无一互相试探底线，最后结成同盟。2人携手面对暗杀，一度遭遇构陷，被3方势力逼入绝境，几乎死局。直到谢家瑜改良连弩逆转战局，萧无一借假死回京平叛。历经太后搅局和齐王黑化，在京城杀出血路，最后平息边境战乱后，2人携手化解危机，完成从互相防备到生死相托的闭环。这段互扒马甲的命运可谓火花四溅，足够吊足胃口。2是刀尖上跳舞的疯批男主，除了机关术破局，全剧还有一个核心看点，就是萧无一的隐忍。故事的暗线就围绕在萧无一的身世之谜与弑君污名之间展开。男主前一秒还是荒淫无度的魔头将军，下一秒就被揭穿是背负血海深仇的悲情改革者。这还不止，他要面对的不仅是朝堂上的明枪暗箭，更要面对心爱之人的生死考验。正是这种绝境，令萧无一蒙眼骑马浴血奋战，把烂牌打成王炸。但萧无一究竟如何洗刷污名，应该是全剧最烧脑剧情，也是爆点。3是极致用心的机关道具，为还原权谋博弈的压迫感，剧组搞了27种机关道具，连密码锁都有出处。谢家瑜发3遍银针测读，架衣暗藏触发纹路，细节拉满。而剧中复原的非遗宋代服饰，则是将古风底蕴融入，透过一盔一甲，也折射出匠心。这种死磕细节的质感，才能诞生出让人起鸡皮疙瘩的作品。2演员，侯明昊、艾米领衔，老戏骨作配，这阵容绝了。想要盘活一部权谋剧，演员表现太要命。雀谷的阵容能不能打？第1位，侯明昊。找侯明昊来演萧无一这种疯批世子，感觉太绝了。过去多演清爽少年的侯明昊，这次跳出舒适圈，挑战表面暴力内心破碎的双面修罗。角色最大特点就是狠，蒙眼骑马那场戏，全凭触觉控马，压迫感溢出屏幕。路透中侯明昊把萧无一那种刀尖舔血的疯劲儿演了出来。相比于古偶男主，这种极具反差感、有表演难度的角色，对侯明昊既是突破也是硬仗。希望他最终能凭萧无一彻底撕掉偶像标签。
第二，艾米。虽然17岁年纪小，但艾米的狠劲真不是装出来的。艾米的出彩表现，正是在长月烬明里就有了苗头。这次担纲女主演绎谢家瑜，这个角色更是为她量身定制。不仅要在雪地里跪着拍戏，也有减重10斤的付出，更要在片场1秒变脸切换冷厉感。这几年从研究墨子批注剧本，到练骑马摔断胳膊，艾米的拼劲从没让人失望，就是太狠了。这次饰演大女主，戏份吃重，角色又是外表柔弱内心彪悍的机关术天才。看剧照，她眼里的倔强比老演员还足。我预测这个角色至少能让这位领舞花彻底站稳脚跟。第三位，王以伦。从出狱的深情到后期的黑化，王以伦饰演的齐王李茂几乎就是全剧最虐的变量。我更在意的是他这次的黑化路线。相比以往的深情男配却谷中的齐王因爱生恨，彻底疯魔，王以伦要如何演出那种被权力和执念吞噬的窒息感，才是最值得期待的。第四位，庞博。又一位让人意想不到的演员，庞博。庞博这几年跨界演戏，而且这次居然演了个反复背叛的反派。庞博擅长整活，过去多是说段子，这次饰演的却是个阴险狡诈的狠角色。片场庞博被侯明昊叫庞老师，还吐槽他该叫哥，这反差感直接拉满。庞博要如何演这个反派，同样让人好奇。第五位，何润东。在诸多古装剧中表现抢眼的何润东，这次也加盟了特别主演阵容。这种硬汉专业户，开场就给权谋局加了码，在朝堂博弈中更是个狠角。预告中的何润东气场全开，是个手握重权，又在权力漩涡里挣扎的复杂人物。作为老牌演员，这次大概率贡献高光时刻。除了这五位，还有刘令姿、陶欣然、王丽坤等一众实力派，这阵容群像注定精彩，不知这回谁最吸睛。三、制作细节，非遗服化道加硬核机关术，质感直接拉满。权谋剧涉及的博弈很深，想要拍好一部权谋剧，对服化道的要求极其苛刻。本剧有非遗工艺复原打底，剧集也有了底气。剧组擅长死磕细节，复原宋代服饰形制，考究晚唐元素，野心和诚意都不小。剧组曾透露过机关道具的制作，每一个密码锁都有出处，每件工程弩都暗藏玄机，背后是道具组的死磕。机关设定这块也有点东西，27种机关道具加密码锁测读，正是这剧最硬核的招牌。看上去好像只是摆设，实际上在权谋博弈里，机关术才是破局的关键。从预告看，剧集的视觉张力已经显现十足。不过要拍好却谷，还有2大难点：一是如何让机关术不悬浮，尤其是谢家瑜的机关术如何成功推动剧情。这也是古装剧最容易翻车的部分，强行给女主开金手指。剧集把机关术当主武器之后，如何避免成为恋爱工具，是对编剧的巨大考验。二是如何处理权谋线的逻辑。如果能处理好三方博弈的逻辑，将是这部剧非常大的亮点，更可能推高观众讨论度，撕掉古偶标签。近2年来，古装剧口碑起起伏伏，可见不论什么时候，好故事都是观众最买账的。不过要说近年最让人期待的古偶权谋，还的是双强设定的却谷。这部却谷从原著设定、演员、服化道等配置方面来看，当然具有爆款前置，但还得看成片。所谓却谷，封批代表伪装与保护色，机关术象征轻型与破局力。前者是男主的底色，后者是女主的锋芒。从算计到交心再回归守护，是2人并肩作战的闭环。伪装不可去，乱局不可避，但他们牢牢抓住彼此的底牌，终究杀出一条血路。其中每一步
都惊心动魄。真爱从不是工业糖精的堆砌，而是刀光剑影里递来的一块干粮。暑期当至，好剧将至，这个夏天就让我们共赴这局权谋。